上。难道皇上不知道上行下效，蝼蚁虽小，却可以撼动参天大树吗？你放肆！皇上，臣妾一时糊涂。可现在这范仲淹明里暗里查来查去，对王爷您的声誉损害极大，洗清耳目，小心行事。是。但是本王向你保证，用不了2年，一定让你安安稳稳地待在东京城，尊享荣华。范仲淹咬住齐王的各路经济后援，纠察不止。我担心这样下去，迟早会抓住贪腐，对齐王不利。论善君之策，这不是范大人革新除弊的文章吗？你把这篇文章抄完，我立刻付你50两银子。反正要是你说了，我就告诉别人。我看到你在赵太妃的中药里下毒，事情已经办妥，字迹和范仲淹的一模一样，我就不信扳不倒你。
阿弥陀佛。佛祖保佑，保佑我家老爷升官发财，保佑我和老爷白头偕老，再保佑我们的女儿莲儿平安成长，再保佑老爷赶紧把正事休了，帮我扶正。阿弥陀佛，保佑我官运亨通，多多发财，妻妾成群。请。师父，求您收下我吧。姑娘6根未净，老尼不能收你。佛祖保佑，佛祖。师父，师父，这位姑娘怎么了？张大人来的正是时候，老尼正有一事烦忧。这位姑娘6根未净，却要剃度为尼，老尼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哎呀，姑娘，你生得国色天香，如花似玉，为何要出家呢？师父，求您收下我吧。姑娘，师父，这出家人，慈悲为怀，你要不让他带发修行，收下他吧。张大人真是个大善人，既然张大人大发慈悲之心，那么老尼就把他收下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回头我就让李阿姨送一些香火钱和柴米油盐来。这些年张大人供奉了不少香火钱，老尼都记在心里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善哉善哉。男人真不是好东西，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，还惦记着庙里的。哎呀，秀水州知州任期就要结束了，虽是个州郡的小官儿，可本官我还真是挺留恋着山高皇帝远、油水丰厚的地方啊。老爷，您在吕相爷那儿说得上话，他是当朝宰相，在朝廷里面根基又扎实。咱再使点钱活动活动，就算不升官，那你也可以调去离京城更近的州郡啊。咦，这言之有理啊！人生得意须尽欢啊，美酒美人美食，逍遥自在，本官别无他求。你说这柳姑娘啊，花容月貌，美若天仙，那为什么她就到妙莲庵她出家了呢？老爷吃个水果吧。哎呀，这一定是死了丈夫，妾室被正式赶出了家门，要么就是违反了家规，青灯古佛，了此一生。哎呀，好端端的美人儿，天妒红颜呢。佛门慈悲，袅袅钟声，究竟遮盖了多少凡俗心事？红英，待我落发剃度以后，你就回到云关城去。我会写一封信给叔父，将你托付于他。红英是不会离开小姐的。小姐若是落了发，红英也绝对不会留下青丝。妙莲庵地处偏远，我们躲在这儿，音讯全无，叶将军和柳将军一无所知。
红英只是担心，万一有什么意外。小姐，我们还是回庸关城吧。这庸关城，我是回不去了。小姐，你千万别这么想。要不我们在这儿再多待几日，等你心情好点了，我们再做打算。小姐，喝茶吧。红英，你看我是不是老了？小姐，你说笑呢吧？你看上去啊，比18岁的姑娘还要娇艳呢。满心沟壑丛生，娇艳恍如隔世。心妍真的老了。慧明师傅说了，姑娘6根未清，不能踏入佛门。过一阵子，就凭姑娘的如花美貌、知书达理的修养、温柔婉约的性子，日后一定能找到一个比叶将军强10倍、100倍的男人呢。我只想在这了却余生罢了。谁还会谈到以后呢？锦帕呢，红英？锦帕怎么没了？啊，许是刚刚落到寺庙里了，红英这就去取。这是佛门圣地，怎么能让你们随便带居士出去？你个老家伙啊！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们找的那位姑娘是让她嫁入张家，做豪门媳妇儿的。快说，那位柳希音姑娘到底住在哪间房内？岂有此理！你们想干什么？不说是吧？上！小姐，不好了，有人想打你的主意，正打听你的住所呢。什么？快点，快点！怎么了，红英？你先别问这么多了。怎么了，红英？小姐，你别问了，快走！小姐，快跑，这里不能待了，快走！锦帕呢，红英？锦帕没取出来。小姐，来不及了，下次再取吧，快点！你等我一下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小姐，小姐，哎，那儿那边！小姐，小姐，快，他们追上来了！站住！站住！快，别跑！给我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还跑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我们家小姐的表哥可是名震江湖的天下兵马大将军。少废话，把他们抓过去！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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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紧我！小姐，小姐，红衣，小
小姐，你放心，咱们不会有事儿的。小姐，你要答应我，以后一定要好好活着，找一个爱你、疼你的好男人。我答应你，红英，我答应你，别放手，快上来！小姐，我们来世再做好姐妹吧，永远不放手。红英！李老三，还不给我交人头税啊？衙役大人呐，李庄地势低洼，被淹得最严重了，几乎是颗粒无收，都靠着存粮过日子呢，只等着朝廷赈灾，这哪还有钱交人头税呀？我们也是当差的，收不上税，衙门那边交代不了啊。你看看，这村里边，到处都是哭哭啼啼的大姑娘小媳妇儿，这日子过得呀，比药还苦。这收不上税，丢了饭碗，哭的该是俺家的媳妇儿。给我搜！是。别搜啊，什么都没有啊！别搜了，李爷，您别搜了，真的什么都没有啊！真的什么都没有啊！赶紧把人头税给我交齐了，要不然有你好看。走。下酒菜了。对方兄，老爷，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？老爷，连个安稳觉都不让我睡。说，
老爷不好了，老爷不好了！混账东西！什么老爷不好了？老爷好得很。老爷，秀水河决堤了。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天天下大雨，秀水河的水位一直在涨。前些日子巡查时报过，堤坝有缺口。今天秀水河的大堤崩了，河水冲了进来，卷了好几个村庄，李庄、陈庄，天都淹了，人都死了。你给我闭嘴！谁告诉你秀水河决堤是以前的口子？水给我收上来了吗？天天下大雨，把快熟的庄稼全毁了。没用的东西，给我滚！是。秀水河决堤，秀水河决堤了，秀水河决堤了，秀水河。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。谁说秀水河决堤跟我这将要离任的州官有关系？对，千里做官只为财，我何不将计就计，上书朝廷，我申请救济，我还能再捞一笔呢。对了，啊，我还能再捞一笔，哎，我还能再捞一笔。这李庄被大水淹没，死亡和失踪的人超过80%，财物、房屋、牲畜损失殆尽，还有泉州13个村庄被水淹没，死亡6400多人，15000人流离失所，总计损失白银7000万两。老爷，这么写合适吗？咱们泉州每年人均收入才20两银子啊！放屁！秀水大堤是本官我主持建造，本来牢不可摧，怎奈这百年不遇的大洪水，浊浪滔天，一泻千里，毁了我这良心工程。写，就这么写。世间万物皆有极限，这秀水河地势不好，位于江边，又下了2个月的暴雨。怎奈这河水上涨，我就是再坚固的河堤也无力回天，怎么能说我修得不好呢？可是老爷，几个月前大堤就出现裂缝，这件事儿，这衙役都知道啊。衙役不是被大水冲走，光荣殉职了吗？可是李衙役还活着呢。你笨呢，他不会被洪水给吓疯了吗？疯人就爱胡说八道。快给他们家送些散碎银两，安抚一下家眷，让他给我闭嘴养伤。对了，还有赈济灾民啊，然后把我们的灾情上报吕相爷。再说了，咱们修大堤的银子也没少给他上供，到时候想必他一定会为我美言几句。老爷，柳姑娘坠崖了啊！嘘！哎呦，这可惜了我这绝色佳人。是，更重要的是，这柳姑娘坠崖之前啊，声称她是什么兵马大将军叶昭的亲表妹，这事恐怕不好办了。荒唐！这每个官员的家眷来都得劳烦我这张太爷亲自接待吗？这妙莲庵里的柳姑娘、杨姑娘、张姑娘，我得天天盯着他们看，我一正人君子成何体统啊？再说这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没准他就自行离开了。旁边的县里，大水、山贼、流寇也都是有的呀。对，那太爷您的意思是？
现在到处都是灾情，这衙役都死光了。最重要的事儿就是上报朝廷赈灾，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明白。明白，你还不快下去？是。切。哦，对了，吕相爷家在城里的亲戚有没有受到惊吓？我得亲自去安抚一下。哎，来人！哎，老爷，人在这儿呢。别叫。哎，是，我这就去。回皇上，连日大雨，庄稼欠收，水路中断，东京物价猛涨，受灾最严重的地方是秀水和江北等地，饿殍遍野，失去家园的百姓背井离乡，赈灾刻不容缓，请皇上明察。禀皇上，先是辽邦作乱，凶悍野蛮，国家一战就是8年，好容易渡过难关，国库空虚的连老鼠都懒得停下来，没等休养生息，这又来了水患，处处都要钱呐，闹得人是吃不下睡不着啊，只恨不得一个子儿掰成2半花。臣不知赈灾之款从何而来？江北乃齐王封地，他已连夜赶往江北。赈灾突发情况较多，急需后方供应赈灾款项。据臣所知，刘大人昨日刚刚斥巨资为老母亲做寿，这笔钱恐怕够10个灾民开销半年的了吧？哎，你家母80年才做这一次寿，我尽孝是天经地义。啊。难怪范大人孤苦无依，恐早已无父无母，无寿可做了吧？哼，灾民的父母等同我的父母，岂能眼睁睁看他们忍受饥寒？吵什么？看看你们像什么样子！堂堂金銮殿上弄得跟菜市场一样。户部孙尚书，你那里可否拨点银两出来？启禀皇上，如今国库紧缩，户部也无银两。商人哄抬物价，流寇作乱，灾情严重，怎能不救？这样吧，本来今年计划维修宫殿，宫殿暂时不维修了。后宫的衣服首饰，能省就省点，地方财政再抽调一点，再从刘太傅三司的铁嘴缝里抠出来一点，这样总能凑出点银两出来吧？臣遵旨，臣这就去凑赈灾款。江北秀水遭受水灾，平民百姓妻离子散，朕心中甚是不忍。可在朝堂上，朕一提到赈灾，吕相爷就铁齿铜牙地提出反对；朕一提到钱，刘太傅就哭着喊穷。朕这个皇上不好当啊！皇上，江北秀水2地受灾，民不聊生。臣妾愿意拿出多年积蓄，支持皇上赈灾。皇上，臣妾请求减免日常开销。臣妾愿将出嫁时从娘家带来的首饰悉数典当，典当款项用以橘子仓和慈幼局救助灾区妇孺。皇上，臣妾的兄长郭福山昨日已经召集家族中有威望的人进行募捐，善款已经送往江北灾区的慈善机构。赈灾款，皇上可以从国库分拨一些，官员中再上交一些，前朝后宫齐心协力，一定可以凑齐的。
赈灾银两倒是小事，现在问题是，朕不知道派谁去最合适。大臣中，应该有不少人觉得灾区是一块肥缺，说不定都争先恐后的想要去。这其中的缘由，张贵妃就不太清楚了。朝廷每次下拨的款项，经过一层一层的下发，总有一些会莫名其妙的消失。江北秀水乃是偏僻之地，财力薄弱，赈灾款一旦下发，官商勾结肯定愈为严重。赈灾可是苦差，当地官员给赈灾官员穿小鞋，制造麻烦，那是常有的事。自古以来，千里做官只为财。当年太祖出身贫寒，对贪腐恨之入骨。但我朝历经80余年，疾病已深，在有些事情上，朕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皇上，臣妾以为这件事，皇上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赈灾款发放是救国救民的大事，派去监督的官员不仅得身份高、不爱财，还得压得住场面。最重要的是经得起地方权贵威逼利诱。说1000道1万，赈灾官员不是肥差，是苦差。不但3餐不保，有的时候还要贴上自己的银两。再加上当地官商勾结，派去的官员回京之后，往往不升反降。皇上，臣妾以为倒是派一个不知深浅、爱出风头的人比较合适。朕心中是打不定主意了。2位心中可有好的人选？皇上，臣妾心中倒有一人选，堪当重任。哦，皇后说来听听。朝廷委派的赈灾官员必须是信得过、威望高、家底殷实，必要时候还得拿出雷霆万钧之举，惩戒当地赈灾不力的官员。臣妾心中有一人堪当重任。皇后说的是天下兵马大将军叶昭。叶昭？叶昭跟赵玉锦现在好不容易感情相处的融洽了，这个节骨眼上把2人分开，恐怕不太合适吧？皇上，皇上何不让其夫君随叶将军一同去灾区呢？自从郡王与叶将军成亲以后啊，懂事了不少。前段时间科举考试，在众多子弟中一举夺魁。郡王自小聪明，鬼点子多，说不定去了还能有奇效呢。爱妃说的倒是一个好主意。赵玉锦这个小子，朕从来就没指望过他。但是跟叶昭成亲以后啊，这小子当起官来，倒是有模有样的。好，赵玉锦的确是赈灾的最佳人选呢。恭喜皇上，慧眼遴选出最佳赈灾官员。哎，军师您的菜。哎呀，菜齐了，慢用。啊，我说狐狸啊，你最近可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啊！哎，今天叫我逮着了，但这顿饭得你请我啊。好，没问题。来。小二，来壶酒。刚进京城的时候啊，来了，每天晚上做梦都是杀戮的战场。可是1、2年一过去，每天都是灯红酒绿。哎，你看我这肚子，都大了1圈了。哎呀，小老虎，如果哪一天再让你上战场，你还能打得动吗？没问题呀。哎，你别看我天天在这儿，大碗喝酒，大口吃肉，
那一到了战场上，我那大板斧一抡起来，照样冲锋陷阵呢，在所不惜啊。好啊，老当益壮。没问题。可是，咱们大宋今日多地发生水灾，切记一定不要放松警惕，让西夏有可乘之计。这我知道，这不齐王的封地现在不是遭受水灾了吗？现在赶到江北赈灾去了吗？哟，你这消息可知道的不少啊！哎，那全京城都知道了。这齐王是皇上亲哥哥，你说他的封地遭受水灾了，皇上最先想到是如何把他兄弟解救出来，这叫什么？血浓于水。看看人家这兄弟，哎呀，要是我那2个姑娘啊，加入豪门半步，我也沾沾这个皇亲国戚的光。你这俩姑娘啊，老实说，秋华直爽莽撞，可是差了点资质。这秋水嘛，倒是粗中有细，颇有分寸。好好培养，说不定哪一天你真能圆梦人生呢。狐狸啊，你对我家秋水评价还是蛮高的嘛。哎，怎么样？你先抢先一步，把我家秋水娶回家去。不是，咱俩说好的，今天不聊别的，开心喝酒吃肉。得，好。哎呀，一说到这个问题上，你就往外躲。好，今天啊，什么都不提，喝酒吃。来。侄儿玉锦见过皇上。平身。玉锦，最近巡查院的工作忙不忙啊？看你面色红润，日子应该过得不错。跟叶昭相处的怎么样？回皇上，最近不忙，跟我媳妇儿过得也挺好的。玉锦，其实说实话，朕对你是刮目相看的。你做起官来有模有样，的确为百姓做了一些实事。这江山安定，其中有你一份功劳。皇上过奖了，巡城御史不过就是教训一下那些没出息的小混混，洒扫街头巷尾垃圾罢了，算不了什么大事。哎，不要妄自菲薄，事无巨细，功无大小。既然立了功劳，朕就要好好的赏你啊。于姐，最近有没有缺钱花呀？如果有什么困难，一定要找你皇叔父啊。黄鼠狼今天是不是吃过太上老君酿的蜂蜜了？我得小心对付。玉锦的叔父是当今圣上，母亲是太妃，哥哥是皇商，媳妇儿是将军，家里拿双倍俸禄。玉锦这一辈子缺什么也不缺钱花呀。侄儿最近听说江北闹水灾，国库又空虚，不如就把赏金都分给灾民吧。皇叔要真的想赏侄儿，就把那幅《晴鸾萧寺图》借侄儿赏玩几天吧，或者给我媳妇儿放几天假，让我们一起放松放松。你懂的，早生贵子嘛。朕当然懂的。哎呀，你喜欢的那幅图，朕晚些时候让江公公给你送去。不过玉锦呐，你毕竟是朕最疼爱的侄子，你说你整天穿个绿官袍巡街查岗，朕于心不忍，有点屈才了。要不这样，朕给你升个官，再放叶昭2天假，你们出去逛一逛，游山玩水，散散心可好啊？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
朕乃天子，金口玉言，岂能有假呀？江洛海，把任命书拿过来。任命书？我的你，已经难换情深，看几只雨季。